我发现退休生活的一种诡异现象，为何越是富裕的人反而忧虑更深？我已年近100岁，见过无数退休人士，有人银行存款数百万，却夜不能寐。他们紧盯市场波动，担心物价攀升，害怕金融动荡。原以为积蓄足够，最终发现对金钱的需求没有尽头，因为人的忧虑本身就没有上限。我也见过另一些人，他们退休时储蓄普通，却显露出智者般的从容，沉静温和，不慌不忙。他们并非因贫穷而妥协，而是明白了一个真相：资产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账面数字。这两类人的区别不在银行余额，而在他们的思维方式。多数人误以为退休就是人生终点，可以彻底放松、享乐甚至挥霍。他们错得彻底。退休不是结束，它更像一场终极考试，检验你用尽一生是否真正懂得充足的含义。我记得70年代遇见一位退休教师，每月退休金并不丰厚，却过得比许多富翁舒坦。他不关心新闻，不参与股市，也不追逐热门金融产品，只是把积蓄投入几家他能懂的企业，然后就去生活、散步、读书、陪伴孙辈。有人问他：您不担心钱用完吗？他笑道：我怕的不是钱不够，是生命活得不明白。这话让我深思许久。后来我才懂得，退休生活最大的风险不是通货膨胀，不是市场崩盘，而是你始终没有搞清楚到底怎样才算足够。很多人退休后反而陷入更深的忙碌与焦虑，因为他们突然察觉时间很多，方向却很少。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，于是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金钱，每天计算账户数字，错把它当作人生全部价值。这是最可悲的匮乏，即便拥有财富，却丢了内心安宁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65岁带着上亿资产退休。按理说他该是世上最自由的人，可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，关注股价、汇率、财经新闻。他说这是管理资产，我说这是被资产奴役。他活像个仆人，只不过主人从老板变成了数字。退休生活的忧虑常源于一个错误认知：我必须让钱继续增长，否则人生就在倒退。这想法看似积极，实则是恐惧的变体。你害怕失去，害怕落后，害怕被时代抛弃，于是你追逐每个新机会，听信每位专家言论。结果你越努力，内心越焦灼，越容易犯错。我见过太多退休者，明明已有够用一生的财富，却仍沉迷于资产翻倍的幻梦。他们投资加密货币，投机房地产，使用高杠杆，最终输光所有。这不是勇敢，这只是不甘心。而不甘心是老年最昂贵的心魔。真正明智的退休者不会问自己我还能多赚多少，他会思考我实际需要多少。这两个问题看似相似，却代表两种人生哲学。前者注定终身忧虑，因为欲望没有尽头；后者终将获得平静，因为他懂得知足。我年轻时也不明白，曾以为投资的核心是抓住时机，是积极行动，是证明我比市场聪明。我花了数十年才明白一个朴素真理：什么都不做比不断行动更难。我记得50年代刚进入投资领域时，那几年我日夜想的都是下一个机会在哪里。我研究财报，计算数据，打听消息，忙得像个停不下的陀螺。当时我以为这是勤奋，多年后我才醒悟，那根本不是勤奋，那是焦虑的化身。我真正开始积累财富
是在我学会闭嘴静坐之后。有一次，沃伦·巴菲特对我说：“查理，你知道为什么多数人投资失败吗？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静坐。”起初我不以为然，觉得这道理太简单，但后来我渐渐体会，越是简单的道理，往往越难践行。人性就是厌恶无聊，尤其那些已经有钱的人，他们总认为钱必须流动，必须做点什么，否则就是浪费。这是最大的认知谬误。钱不需要每天转动，它需要的是时间，而时间需要你的耐心作为回报。我见过太多聪明人，最终毁在总想做点什么的冲动上。他们一看新闻就调整仓位，一见机会就想立刻出手，结果是每次行动都让他们离财富更远。我早年也犯过同样错误，我曾卖出一家极好公司的股权，仅仅因为觉得它短期涨得太多，结果10年后那家公司价值增长不止10倍，而我当年卖出的价格现在看来荒谬可笑。那次教训让我深刻明白，聪明人最强的对手不是市场，而是自己那双闲不住的手。你的手越想动，你的钱包就越空。从那以后，我坚守一个原则，如果我不确定该做什么，那我就选择什么都不做。这听起来像句空话，但你可以试试。能真做到的人百里挑一，退休后更是如此。许多人退休后突然有了大把时间，于是开始研究投资，浏览财经快讯，参加理财讲座。他们自以为在学习，其实只是在为内心焦虑寻找合理出口。我认识一位退休医生，工作时从不碰股票，退休后却迷上盯盘。他说是为了保值增值，结果3年时间，账户资产缩水一半。这不是因为他笨，而是因为他太忙。市场最擅长惩罚的就是那些动作太多的人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智慧，不是学会了做什么，而是学会了不做什么。我不碰不懂的领域，我不追看不清的机会，我不在心绪不宁时做任何决定。这3不原则救了我无数次。已经退休的你，同样需要懂得这3个字：不犯错。智慧不在于做对多少事，而在于少做错多少事。因为在这个人生阶段，你已经没有时间弥补重大失误了。现在我将告诉你答案。退休之后，最聪明的理财方式只有一种：简单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简单到你或许会有点失望。你可能期待某种高深策略、神秘配方或独门心法，但我给你的只有简单2字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这2个字比任何复杂理财技术都有价值。简单是什么意思？它意味着那些你能一眼看懂的，能让你安心睡觉的，并且10年后你仍记得当初为何买它的东西。它不是什么区块链，不是什么 AI 基金，更不是什么复杂金融产品，它反而是那些平淡到乏味的资产。我这辈子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什么？是可口可乐，是保险业务，是喜事糖果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老派？确实如此，但最老派的东西往往最可靠，因为它们已经穿越了漫长周期，而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。进入退休生活的你，不再需要追求刺激，你需要的是稳定。稳定不等于缓慢，稳定是一种可持续的确定性。我常比喻，投资就像看油漆晾干，过程极其无聊，但结果确实有效。而大多数人无法忍受这种无聊，他们宁愿去赌场找刺激，也不愿静心持有一只稳定分红的股票。这也是他们永远无法满足的根源。简单的理财模式有几个鲜明特点。第一，你能用一句话说清它是什么。如果你需要一本厚说明书才能懂，那就远离它。第二，它不需要你每天紧盯，
如果你必须时刻关注价格调整策略，那你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赌博。第三，它必须能让你睡得安稳。如果持有它让你辗转反侧，不管它承诺多高回报，它都不属于你。第四，它有清晰可见的现金流。如果它唯一赚钱方式是等涨价，那这就是投机，不是投资。第五，你10年后还愿意持有它。如果你无法想象10年后它还存在，那它就不值得你现在投入1分钱。只用这5条标准，就能过滤市场9成所谓机会，剩下那1成才是真正适合退休者的优质资产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反驳，觉得这样做太保守，错过了太多机会。是的，我承认我错过了无数机会。我错过了99年互联网狂热，我错过了17年比特币暴涨，我错过了许多暴富时机，但我也避开了无数灭顶之灾。而到了这个年纪，避开灾难比抓住机会更有价值。简单的理财模式或许不能让你一夜暴富，但它能确保你一生安稳，这就够了。退休后的你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能赢，你只需要确保自己不会出局，而简单是唯一能保证你不被淘汰的路径。我明白，很多人听完会点头，这道理我懂，可就是做不到。没错，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道人性鸿沟。人性有几个固有特点，让简单变得异常困难。第一，人类天生讨厌无聊，我们的大脑喜欢刺激变化和新奇。持有一只股票10年不动，听起来像种折磨，但事实是无聊乏味，恰恰是财富最忠实的朋友。巴菲特和我几十年在做的事，无非是买入好企业，然后坐着不动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蠢？可正是这种愚蠢方法，让我们跻身最富裕人群。第二，人类天生崇拜复杂，复杂的东西让人感觉自己更聪明。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只持3只股票，人们可能觉得你头脑简单，但如果你说你用了量化模型对冲策略，动态再平衡，人们立刻对你肃然起敬。然而市场不在乎你看起来多专业，他只在乎你能在牌桌上活多久。我见过太多聪明人，最终因策略太复杂而自我毁灭。他们不是输给市场，是输给对复杂的迷恋。第三，人类害怕错过，这是最致命的一点。当你看到别人赚快钱时，内心就开始焦虑。当新闻大肆报道某个新机会，我一时，你的心就开始躁动。当朋友炫耀惊人收益时，你开始自我怀疑。这种对错过的恐惧会驱使你做出最不理性的决定。我这辈子最大优势之一就是从不害怕错过。我错过的机会多如繁星，但我毫无遗憾，因为我知道机会永远会再有，但你的本金和生命只有一次。第四，人类需要行动感，无所事事会引发强烈焦虑。许多退休者突然从忙碌中抽身，就开始漫无目的的瞎忙。他们不是真有急事要处理，他们只是害怕那种空虚。于是他们研究投资，频繁调整组合，追踪新闻，自以为这是积极人生，殊不知这只是深度内耗。真正智慧是学会在枯燥中保持安定。第五，人类渴望证明自己，这是内心最深处的心理需求。许多人退休后仍执着投资，不是因为缺钱，而是因为他们想证明自己宝刀未老。他们想证明自己比市场聪明，比朋友厉害，比年轻人有洞察力。但市场不理会你的自尊，它只会无情惩罚你的傲慢。这5个人性弱点让坚守简单变得几乎不可能，但如果你能克服它们，你就已经超越了9成的人。好了，既然你已明白为什么要简单，接下来我告诉你具体怎么做。我一生的投资哲学可以提炼为5个基本原则。原则1，
只投资你彻底懂的东西，这是所有原则中最关键的一条。如果你不能在5分钟内向10岁孩子讲清楚你买的是什么，那就千万别买。我不碰科技股，不是因为科技股没前途，而是因为我不懂。我不懂芯片原理，不懂软件盈利模式，不懂平台经济逻辑。既然我不懂，我就不碰。很多人说我保守落伍，说我错过整个时代。没关系，我宁可错过那些机会，也不愿在不懂的领域输掉本金。对退休后的你，更该坚守这条原则。你已没足够时间从头学习全新事物，你该投资的是你用一生早已熟悉的东西。如果你一辈子喝可口可乐，用保洁产品，在银行存钱，那你就该投资这些你真懂的企业。别再追逐什么人工智能、元宇宙，下一个特斯拉，那是年轻人的冒险游戏，不是你的安稳选择。原则2，选择能提供稳定现金流的资产。退休后，你需要的不是价格暴涨，而是持续不断的稳定收入。所以你应该选那些能定期分红、付息或收租的资产。这类资产通常有个特点，它不让人兴奋，股价可能涨得慢，但它会年复一年给你真金白银，这就够了。我持有的许多公司几十年来股价平平，但股息从未中断。正是这种稳定现金流入，让我在任何市场动荡中都能安睡。你若问我为什么能在08年金融海啸中保持镇定，因为我的资产每年都在为我创造收入，不管市场跌多深。原则3，永远不要借钱投资，这是一条铁律。我这辈子从没用过杠杆，不管机会多诱人，因为我见过太多聪明人死在杠杆上。杠杆在顺风时让你以为自己是天才，在逆风时让你看清自己是个傻瓜。退休后的你更不能碰杠杆，你已没时间去还债，你已没有新工作收入弥补亏空。一旦市场转向，你将彻底失去翻盘可能。我宁愿错过10个绝好机会，也不借一次钱，因为机会总会有，但破产无法重来。原则4，极度分散你的无知，高度集中你的理解。这话常被误解，分散投资本身没错，但前提是你分散的是风险，不是分散你的无知。如果你买了10只股票，却对每只都一知半解，那你不是在分散风险，你是在分散愚蠢。真正的分散是在你懂的范围内挑出几家最好的公司，然后长期持有。我的投资组合从不复杂，通常只有少数几家公司，但对这几家公司我都了如指掌，都安心持有。退休的你不需要一个包含20只股票的复杂组合，3、5家你真懂能稳定分红、经营稳健的公司就够了。原则5，一旦买入，就假设交易所会关门10年。这也是巴菲特常说的话，我完全同意。如果你无法想象自己能持有这笔资产10年，那你一开始就不该买它，因为真正财富是时间的结果，不是频繁交易的结果。退休后的你该把投资看作养老工具，而不是赚钱工具。买入之后就试着忘记它，不必每天看净值，不必被新闻干扰，更不要因为它涨了点就急着卖出。你该让时间为你工作，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。这5条原则听起来朴实无华，做起来却充满挑战，但如果你能坚持，我可以保证你会比90%退休者活得更从容安稳。现在我必须告诉你，哪些东西是你必须远离的。这一份负面清单比投资清单更重要，因为在退休阶段，避开错误比抓住机会更关键。第一，远离任何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看懂的产品，无论是结构化债券、
金融衍生品、对冲基金，还是私募股权。这些名字听起来越高深，他们成为骗局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每当有人向你推销说这东西很复杂，但回报很高，你就该立刻转身离开。我活了99年，从没见过任何复杂的东西能真正帮普通人赚钱。所谓的复杂，只是为了让收钱的人更容易赚钱。第二，远离任何承诺、高回报、低风险的东西。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彻头彻尾的骗局，要么是你没看清其中隐藏的风险。市场上永远没有免费午餐，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，这是铁律。如果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，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子。第三，远离任何需要你频繁操作的策略，无论是短线交易、波段操作还是技术分析，这些东西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保持忙碌，让你产生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，而实际上你只是在不断给券商送手续费。退休后的你该让投资回归枯燥，而不是让自己陷入忙碌。第四，远离任何会让你焦虑的资产。如果持有某样东西让你睡不着觉，让你忍不住每天看价格，让你的情绪大起大落，那就立刻卖掉它，不管它的前景被描述得多美好，因为焦虑的身心代价远比金钱损失更昂贵。第五，远离任何追逐潮流的机会。当所有人都在热议某样东西时，那通常意味着最佳时机早已过去。比特币、NFT、元宇宙，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新热潮，但热潮的共性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真正可持续的财富从来不会诞生于喧嚣热潮中，而是隐藏在无人问津的角落。第六，远离任何需要你借钱的机会。我必须再次强调，永远不要借钱投资，不管那个机会看起来多千载难逢，不管承诺的回报多高不可攀，一旦你借了钱，你就失去了等待的自由。当市场下跌时，你无法选择等待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割肉，这是杠杆的诅咒。第七，远离任何你不信任的人推荐的东西，无论是理财顾问、投资专家还是财经名嘴，他们的核心利益和你的核心利益从来都不一致。他们赚的是你的手续费，亏的是你的本金。我这辈子从不轻信别人的投资建议，除非那个人的利益和我的利益完全绑在一起，否则他们说的所有话对我都如过眼云烟。这7条清单能帮你避开人生90%以上的灾难。请记住，退休后的理财目的不是为了抓住所有机会，而是为了避开所有陷阱。现在我想谈谈更深层的问题。退休后最难的挑战不是理财技巧，而是心态调整。许多人退休后仍沉迷投资，根本原因不是缺钱，而是因为他们放不下。他们放不下曾经的成就感，放不下那种掌控感，更放不下那个想证明自己的欲望。我认识一位退休企业家，年过70，仍每天研究股市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告诉他，你不是闲着，你是害怕闲着。他听完沉默不语。许多人根本不敢面对无所事事的自己，他们奋斗了一辈子，突然停下来就迷失了自我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于是他们用投资填补空虚，用赚钱维系存在感，这是最可悲的老年状态。真正的退休不是换种形式继续工作，而是要学会放下，放下对更多的追逐，放下对成功的执念，放下对证明的需求。当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，你才获得了灵魂的真正自由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圆满，不是我积累了多少财富，而是我终于可以毫不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。我不在乎别人说我守旧，不在乎别人说我错过机会，
更不在乎别人说我老了，因为我知道我比他们活得更久、更稳、更安心。这就够了。进入退休阶段的你，也该修炼这种心境，别再和别人比收益率，别再追逐下一个风口，别再试图证明你还能行，你已经足够好了。现在的你需要的不是更多钱，而是更少焦虑。我常说，财富的意义不是它能让你买更多，而是它能让你有底气不买。真正的富足是当你能平静看着别人买豪车、住豪宅、炫耀收益，而内心毫无波澜。只有那时，你才达到了真正的富有，因为你的富足不在银行账户，而在你的内心。现在我将给你10句话，这是我用一生岁月提炼的智慧结晶。如果你能记住它们，你的退休生活会比90%以上的人更安宁。第一句，慢是快的最高境界，别急时间是你最坚实的盟友。第二句，克制是最罕见的天赋，那些能忍住诱惑保持不动的人最后都赢了。第三句，金钱买不来理智，理智却能守护金钱。聪明不是你的优势，冷静才是。第四句，真正的自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。当你不再被外界诱惑掌控，你就获得了自由。第五句，聪明人总想赢，智者只想活下去。活得久远比赢得快更重要。第六句，无聊才是财富最忠诚的朋友。越是令人兴奋的东西，往往越危险。第七句，简单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复杂是一种精致的伪装。真正顶尖的人都活得异常简单。第八句，时间会奖赏，耐心也会惩罚急躁。市场永远不会同情焦虑的人。第九句，财富的终点不是奢华，而是宁静。真正的富有是你能夜夜安睡。第10句，你不需要更多，你真正需要的是够了。当你深刻领悟够了的含义时，你就拥有了真正的富足。这10句话，请你反复品味，它们不是投机取巧的术，而是历久弥新的道。技巧总会过时，智慧永远有效。我已年近100岁，回望这漫长一生，我曾犯错，也曾错过机会，当然也赚过很多钱。但当我走到终点，才发现钱真的没那么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活得清醒。我见过太多富有的人活得却像囚徒，他们被账面数字绑架，被无尽欲望操控，被焦虑折磨。他们曾以为钱能买自由，最后却发现钱只是个更华丽的牢笼。真正的自由不取决于你有多少资产，而取决于你是否能够不在乎资产。退休后的你，该努力追求的不该是更多财富，而是更少焦虑。当你能在市场崩盘时安然入睡，当你能在别人炫耀时淡然一笑，当你能在巨大诱惑前坚定说不，只有那时你才获得了真正的富有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我活得足够平静。平静不是消极放弃，而是彻底看透。看透了人性的贪婪，看透了市场的疯狂，看透了欲望的无底洞，然后选择放下。放下对更多的渴求，放下对证明的执念，放下焦虑的惯性。当你真正放下这些重担，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早已拥有的一切已经够了，足够温饱，足够居住，足够使用，足够安心。这就是人生至高的富足。退休后最聪明的理财方式，不是什么复杂策略，也不是什么高深技巧，它就是简单，简单到你能彻底理解，简单到你能安心睡觉，简单到你不为此焦虑。这就是我用一生总结的全部智慧。如果你能做到，你的退休生活会比任何人都安稳。这不是因为你有了更多钱，而是因为你有了更少恐惧。而一个没有恐惧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我活了99年才终于明白这个道理。
我希望你不需要等那么久，我希望你从今天起就开始练习放下，放下多余的欲望，放下惯性的焦虑，放下沉重的证明，然后只是安静地活着。这就是退休后最聪明的理财方式。目的不是让钱变得更多，而是让心变得更静。当你的心真正静下来，你的钱自然就够了，而够了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。